男人为了检验妻子是不是处女，竟然在床上铺了一块白布，而女人站在旁边显得惴惴不安。因为出嫁前表姐说过，第一次会疼的，有血男人就喜欢，天下男人都中这个。女人的血已经没了，她非常害怕丈夫会发现，可该来的始终会来。男人兴奋地将她抱到床上，很快屋内就传来了女人的哭泣声，同时伴随着男人的疑惑声。他发现了妻子的秘密，气得一把扯坏白布，对着女人狂吹是个耳光，质问她到底是谁走在了自己前面。可即便被打了个半死，女人依旧咬着牙不肯说。气不过的男人来到表姐家兴师问罪，将白布甩到了她的脸上。表姐对此也很是疑惑，出嫁前表妹明明是个大姑娘，又为什么会不落红呢？她抬头看向丈夫，丈夫则一脸羞愧地低下头。表姐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原来女人甘愿挨打也不肯说出来的人，其实也算是她的救命恩人。2个月前，女人跟随父亲去赶大集，突然遇到一群土匪，父亲被当场打死，而秀女则被土匪拐到西北，准备卖给镇长当小妾。半路上，秀女趁着土匪熟睡，竟然成功逃了出来，但因为滴水未进，在走了不知多久后，体力不支昏倒在路边。恰好男人赶着驴车经过，发现还有口气，于是就把她带回了家。女人听说了秀女的遭遇，出于可怜就认她做了表妹，但好心之下也打着小算盘。虽然秀女在这个家很是勤快，但终归不如银子来的实在。刚好村里的猎户唐三没有老婆，他也看上了这个水灵的姑娘，于是表姐干脆顺水推舟，在收了20块大洋的彩礼钱后，决定将秀女嫁给唐三。当秀女得知自己要出嫁时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因为唐三比她大了15岁，但表姐却说，反正早晚都得嫁人，何况岁数大的男人会疼人。第2天，表姐进城去买嫁妆，晚上下起了大雨，姐夫来到柴房给秀女送被子，他看穿睡衣的秀女楚楚可人，老婆又没在家，于是心生歹念，当晚对秀女实施了侵犯。看着手上的血迹，秀女能做的只有崩溃大哭，她就这样失去了身上最宝贵的东西。几天后，唐三8抬大轿迎娶秀女过门，结果发现花重金娶来的老婆是旧的后，就再也没有给过秀女好脸。每天除了打骂之外，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泄欲望。但不管唐三如何对她，她都是选择逆来顺受，把原本破破烂烂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这些唐三都看在了眼里，他也并不是真的没良心。说实在的，这个媳妇除了不是第一次，其他地方真的无可挑剔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唐三对秀女的态度好了不少。这晚从外面回来，屋都来不及进，上前一把抱住秀女，想让她给自己生个儿子，还说以前的事儿就让她过去吧。秀女终于等来了原谅，然而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麻烦事儿又来了。秀女赶集时偶遇上次绑架她的土匪，一看是他，秀女吓得转身就跑，土匪也反应过来，当即就追了上去。上次因为坏了镇长的好事，他赔了6匹骆驼，这个气他必须得从秀女身上找回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立刻警惕是一个人，是一个路过的郎中救了秀女。在他给秀女把脉时，听到枪声，放开我的女人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不，唐三儿，是他们救了我。解除了误会，郎中只留下一句秀女怀了身孕，然后便上马离去。直到走远以后，唐三才反应过来他要当爹了，而郎中杀了土匪，自然成为了道上通缉的对象。这是一个大伏笔，我们后面再说。自从秀女怀了孕，唐三对她是百般照顾，在期待了9个月后，秀女成功生下了个大胖小子。然而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。这天晚上，后继有人的唐三因太高兴多喝了几杯，看着还没出月子的秀女，心中的欲望瞬间被点燃。秀女不断的反抗，但在醉汉面前只不过是场徒劳。第2天醒来，秀女发现唐三的腿竟然压在了孩子身上，她连忙爬起来查看，但孩子的身体早已凉透了。此时唐三也醒了过来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他抱着孩子的尸体，在父母的灵位前嚎啕大哭，而秀女则受到刺激，从此大病不起。姐夫听说后前来探望，并说出了自己对他的愧疚，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唐三听到，得知了是他要了秀女的贞洁后，本想着一枪打死他，但想到儿子是因自己而死，秀女跟着自己以后也不会幸福，于是便同意姐夫将人带走。但就在半路上，唐三后悔了，他追上去一枪打中了姐夫的腿，然后抱起秀女准备离开，但不自量力的姐夫竟然掏出匕首争夺秀女，最终被唐三终结了生命。表姐在得知一切后，想到自己生不出孩子，所以丈夫才想要抢回秀女，于是在悲痛欲绝中沦落成了人人嘲笑的疯子。这天，秀女正在给儿子上坟，无意间看到曾救过自己的郎中被土匪绑在马尾巴上折磨。秀女一路跟随，等土匪们将郎中放下离开后，秀女救下了还有一口气的恩人，并把他藏在自家柴房里，好生照顾。殊不知，就是这小小的善举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土匪头子有个爱好，不管杀了谁，尸体都得为了他家的狗。但手下去找尸体时才发现不见了，于是挨家挨户的搜查。查到唐三家的柴房时，秀女非常紧张，但搜查了一圈并没发现什么。原来郎中躲到了屋顶上，这才逃过一劫。伤好之后，秀女给他准备了很多干粮，本打算让他在路上吃，结果却让唐三发现了不对。从不进柴房的他突然走了进来，发现家中多了个男人，以为是秀女对自己不忠，掏枪就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。打死我吧！打死我吧！打死我肚子里的孩子！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唐三儿，你仔细看看他。那天在红柳村，就是他救了我。
唐三得知妻子再次怀孕，立马冷静了下来。加上郎中是因妻子才被追杀，他自然要帮助人家。可就在准备马匹时，几个土匪刚好经过，无奈之下，唐三只好开枪灭口。枪声吸引了大批土匪，唐三知道躲不过了，于是和郎中交换了衣帽，准备骑马引开土匪。临别时郑重交代秀女，务必要保全这个孩子。天黑前他如果到不了大峡谷，就别等他了。唐三儿，孩子出生后，告诉他，我是他爹。唐三骑着马吸引土匪，郎中则带着秀女从小路逃亡，但走了没多远，就听到了枪声。秀女知道丈夫出事了，她放弃了和郎中回老家的路，毅然决然地回了头。然而唐三的尸体却被表姐发现，还将他带回了家。她想要孩子的心已经到了疯魔的状态。窗外的风将她的衣服吹到了油灯上，瞬间引起大火。当秀女赶到时，早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。最终，秀女被土匪绑在戈壁滩上暴晒，后被迁移的猎户所救，消失在荒漠深处。旧社会下的女人是悲惨的，脚是裹起来的，婚姻是包办的，身体是用来传宗接代的。她们的生活是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珍惜当下，过好余生。